他明明死过无数次，却总会重生至曾经的某一天，带着叠加的修为，也带着叠加的记忆。然而轮回并非是救赎，反而会将他推向更深的绝望。师兄，仙道的尽头究竟是什么？是牢笼，是永远也无法逃脱的轮回的深渊。他叫陈燕，是一名穿越者，这是他穿越的第100年。这一世，陈燕出生在陈平州一个商贾之家。7岁那年，被下山游历的仙师带回山上修炼，成为空山宗的一名外院弟子。菜如狗的天资，让他修行90多年，依旧是灌气境菜鸡。感受到自己大限将至，他孤身来到允剑山脉，想寻找7000年前第一剑修素红针的传承。可他不仅一无所获，还反被妖兽重伤。能在这样的日子里安静离开，也算体面了。曾经的一切过往都化作走马灯，在他的脑海中一一闪过，最终一切都堕入黑暗。轮回结束，本次轮回评价：D，累积修为，灌气境中期。轮回奖励5，轮回结算完成，宿主将重新返回上一轮回记录点，重启人生。陈师兄，陆离教习的讲经马上要开始了，快点，再不去就没位置了。陈燕愣在原地，眼前的一切令他无法理解，自己是怎么回到靠山宗的？程师妹不是85年前劫难中陨落了吗？还有陆离怎么还未晋升长老？很快，他意识到自己重生了，回到了15岁这一年。轮回是真的，灌气境中期，这是我前世修炼到100岁的修为，这一世绝不能重蹈覆辙。他起身，快步走向讲经堂。观空色，闻空声，感空怨，悟空道。陆离讲授的空山诀是空山宗基础心法，虽简单，却是修行根基。陈燕听着讲经，突然感到多年的瓶颈开始松动，天地灵气正朝着他汇聚，如此动静自然引起陆离注意。他瞥了陈燕一眼，随即继续讲经。气为赤火，空山潺潺，天地清宁。今天就先到此为止，诸位可自行离去。谢过陆教习。东边角落的小友，你且等一下。灌气境是灌气境中期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陆教习，弟子名叫陈燕，年几何？年15矣。师承何人？弟子没有师承。下次有人问你叫什么，就一口气把刚刚的话都说完。是陆教习。15岁的灌气境中期，在外院已是凤毛麟角，但在内门，这样的天赋并不罕见。陆离看出陈燕遇到了修行瓶颈，遇到困难了。是，弟子在突破灌气境后期时遇到瓶颈。理气丹可理顺经脉真气，今后修行有困难，随时来找我。谢过陆教习。陈燕知道理气丹的珍贵，前世的他就是靠此丹药，才从灌气境前期突破至中期。半个月后，陈燕服用4颗理气丹，成功突破至灌气境后期。内门的理气丹就是不一样。陈师兄，这半个月你去哪了？演武场都不见你。在闭关。不想说就算了，断体境壁哪门子关？灌气境后期，半个月前你还是断体境初期，你是妖孽吗？你来方是做什么？啊，要帮领事师姐抓药材，差点忘了。陈燕故意展露修为，想让15岁灌气境后期的消息传开。他认为天才会被宗门重视，从而获得更多资源，早日突破至5拳境。果然，以我的天赋，如果没有修炼资源，一辈子都无法突破至5拳境。头好晕，怎么回事？就是他们。没头，半个月从断体境冲上灌气境后期。后羿，消失吧。轮回结束，本次轮回评价 D， 累积修为，灌气境后期。轮回奖励5，轮回结算完成，宿主将重新返回上一轮回记录点，重启人生。陈师兄，你做噩梦了，陆离教习的讲经要开始了，快走。又回到这个时间了吗？什么是祸因？自己被杀害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思绪着这些事情，陈燕再次向讲经堂走去。陆离的讲经再次引动了陈燕的真气，天地灵气向他聚集，陆离的目光也再次落在他身上。灌气境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陆教习，弟子陈燕，年15，尚未有师承。好好修炼，等突破至5拳境，就能升入内门了。弟子明白。回去吧。这就让我走了？我理气丹呢？等一下，你似乎有很多困惑。上一次轮回，陆离给了我许多帮助，也许他是值得信任的。弟子想问，您听闻从断体境突破至灌气境，最短用了多久？半年，这是宗主云逸尘的记录。如果15天呢？若真有此事，必是震撼陈平州的天之骄子。如若是我宗弟子，我定护他正道，
弟子明白了。为何你要问我这种问题？只是弟子突发奇想罢了。你可以走了。不对劲，他对我的态度似乎冷了很多。陈燕诧异的低头望向自己的胸膛，一个黑漆漆的大洞赫然出现在他的胸口处。陆教习，喂，为什么？他张开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只有滚烫的血液不断从喉咙处往外涌出，想要堵住伤口，但手却在胸前穿了过去。他再也坚持不住，绝望地倒在了血泊之中。轮回结束，本次轮回评价：D，累积修为灌气境后期。轮回奖励5，轮回结算完成，宿主将重新返回上一轮回记录点，重启人生。陈师兄，你怎么了？只是噩梦而已。那就好，陆教习的讲经要开始了，你快点，不然站不到好位置了。2次死亡，一定藏着同一个原因。他想起第一次死亡前，黑影说的半个月前还是断体境前期，又想起陆离那句震撼陈平洲的天之骄子。修炼速度才是引来杀身之祸的根源。天才会被捧，怪物只会被斩。想要活下去，就得藏起锋芒，做个最普通的外院弟子。3年过去，陈燕对外宣称自己是断体境后期，他刻意避开演武场和讲经堂，成了外院里最没存在感的弟子。此刻，他正坐在石桌旁，看着程子莹发呆。哎呀，好无聊啊！陈师兄，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到灌气境？应该不会太久。我也好想去下山游历，每天都在外院，真是枯燥死了。仙道就是如此。不听，王八念经。还有2年，师妹就会死在那场席卷外院的劫难中，一定要想办法带她避开。师兄又在走神，是不是在想什么坏事？别闹。略。宗门任务。给驻外领事送密信。为什么非要我陪你去？一个人不够吗？一个人去太孤单了。是一个人孤单，还是师兄没有我在身边会寂寞呢？温热的气息拂过耳畔，陈燕的耳尖瞬间泛红，她后退半步，板起脸。不要胡闹。好嘛，明天宗门外山见。师兄，你可别迟到哦。太好了，只要明天带他离开外院，就能躲过死劫。第2天，陈燕站在宗门外等待许久，约定的时间已然过去，但程子莹仍未出现，一种莫名的心悸瞬间涌上心头。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？他转身朝宗门外院狂奔，道袍被树枝勾破也浑然不觉。此刻，他只想快点找到师妹。外院的街道上，弟子们三三两两地走着。赵师弟，看到程子莹没有？程师姐刚才去你住所找你，说演武场的领事师姐给了她差事，没法陪你去探云城了。演武场3个字像一道惊雷劈在陈燕头顶，他猛地松开赵红，疯了般朝演武场冲去。子莹，陈师兄。程子莹回头，脸上露出一丝惊讶，可突然，她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红，眼球布满血丝，砰的一声，程子莹爆成一滩血雾消散开来。陈燕呆立原地，一口鲜血猛地喷出，轰然倒地。但劫难并没有结束，天空中响起震耳欲聋的咆哮，一条巨大的黑蛇虚影盘旋而上，灵气威压如海啸般席卷外院，修为不足灌气境的弟子纷纷爆体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关键时刻，一道青色霞光撕裂天空，将黑蛇虚影斩为2段。陈燕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抬头，看见演武场旁站着一位少女，眼中满是愤懑与懊悔。轮回结束，本次轮回评价：D+，累积修为灌气境后期。轮回奖励：累积修为系数乘 1.1。轮回结算完成，宿主将重新返回上一轮回记录点，重启人生。陈师兄，师妹，熟悉的山林，熟悉的身影，让陈燕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师兄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没什么，做了个梦。陆教习的讲经是不是快开始了？哎呀，差点忘了，我得赶紧过去。师兄，你也快点。师妹，这次我一定会让你活下去。5年时光悄然流逝，陈燕与程子莹依偎在一起，气氛暧昧到了极点。去太云城做什么？宗门任务，给驻外领事送信。用传音符不行吗？密信怕被窃听。什么时候出发？最好现在。现在太晚了，日落前回不来的。宗门规定5全境以下弟子不能在外留宿。那明天一早出发。可以，但我要一束白出局。一言为定。师妹，出发了。这么早？天刚蒙蒙亮，陈燕和程子莹踏上了前往太云城的路程。程子莹哼着不知名的小调，心情极好。突然的偷袭将陈燕抛飞，她借着真气勉强稳住身形，可还没站稳，腹部就被一股巨力击中。
是空山宗的人吧？师兄，不要过来，快跑！程子莹的脖颈上浮现出一条红线，头颅缓缓滚落，眼睛里还残留着奔向他时的焦急。陈燕眼睁睁看着这一幕，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嘶吼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他想冲过去，身体却像被定在原地，只能看着程子莹的鲜血染红身下的他。把空山宗的密信拿来。杀了我！什么？密信在我身上，杀了我，然后你自己拿。哼哼哼，你这小子还真是奇怪。迟早有一天我会杀了你。是吗？轮回结束，宿主将重新返回上一轮回记录点，重启人生。轮回后，陈燕带着程子莹又试了无数遍，可结果……轮回结束，轮回结束，轮回结束。陈师兄，陆离教习的奖金。子莹，可以离我远一点吗？啊，好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指的是，从今往后，你可以离我远点吗？我怎么了？离我远点儿。那我先去奖金堂了。陈师兄，你也快点儿。20次了，整整20个5年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终究无法改变师妹17岁死亡。或许这就是命运。陈师兄，师妹，陈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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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好是梦。2年了，现在的我和子莹形同陌路，不过也好，起码她活得好好的。为什么这么晚还在这里？是她劫难那天跟着内门长老出现在演武场的少女，晚上睡不着，出来透口气罢了。倒是师姐，你为什么这么晚还在外院徘徊？你对外院熟悉吗？上课。带我去执法堂的监禁所。敢问师姐名讳？青禅峰素武长老的令牌，他绝不是一般的内门弟子。师姐，令牌。带路。是。你可知近日关押了一位上公堂的执事？不知。唉，这边。我要回青禅峰，你跟我一起回去，不然你必死无疑。那阵风把您吹来了。你是谁？这重要吗？出手作。首座，他竟是青禅峰首座弟子，执剑长老楚尘的女儿楚西瑶。这位小兄弟是？只是个被我随便抓来带路的普通外院弟子罢了。小兄弟，你可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楚手作吧，谁让他将你给卷进来呢？好快，刚刚那一指是冲我来的，若不是他，我已经死了。在我面前可护不住他。轮回结束，本次轮回评价 C， 累积修为，灌气境巅峰。轮回奖励隐仙诀。轮回结算完成，宿主将返回上一轮回记录点，重启人生。记录点改变了，好流畅的真气运转，这就是隐仙诀吗？杀我的人用的是宗门必修术法披风掌，看来空山宗的水浑得很啊。接下来该去等师姐了。为什么这么晚还在这里？你是？师姐，监禁所出事了。出事？我睡不着，所以去执法堂找我相识的值守弟子聊天，结果却在监禁所里看见上公堂送执事的尸体。传送阵，快过来！那是彩云塔，15000年以前，我宗彩云祖师的登仙之地。走，跟我去见长老。福长老，弟子有要事相报。本命真气，万化境强者。发生什么了？外院弟子陈燕见过福长老，弟子亲眼目睹青禅峰外院上公堂的宋执事死在了监禁所。纪瑶，你怎么看？弟子不知，只觉得如若贸然前往监禁所求证，恐怕有些不妥，故此才回来禀报长老。现在倒是知道沉稳了。罢了，你叫李长老带几个得力的帮手，现在就去外院查证。来人，带着孩子去外院找林疾风，再替我好好问问纳斯，外院他是怎么管的，能让人在眼皮底下把牢里的人给杀了。遵命。
2个清禅峰的跟1个外院的来我卫元殿作甚。福谦长老命我们将这名外院弟子送回来，还嘱咐我们跟林长老您带个话。福老头，他让你们带什么话？你这外院到底是怎么管的？能让人在眼皮底下把牢里的人给杀了？林长老，这是福长老让我们向您转达的原话。我倒想听听，在监禁所关着的谁被杀了？外任上公堂的宋执事宋明德，他死了，跟你们清禅峰有什么关系？还是说你们清禅峰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小把戏？宋明德手里有份情报，那份情报对宗门而言很重要。你在给我打哑谜？小的不敢，只是具体细节我们也不清楚。那就滚蛋，换个清楚的人来跟我说话。是。宋明德那份情报是什么呢？这些事会不会与3年后的那场外院劫难有关？你个外院的娃娃，怎么跟清禅峰的那帮东西混到一起去了？陈燕将事情经过除了自己虚构部分如实禀报。宋明德昨晚向执法堂自首，称他了上公堂公账数千灵石，在赌炉输光后被关监禁所。如今若扯上清禅峰，且他被杀，似乎一切就说得通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长老的话，弟子名叫陈燕，断体静后期。原来是个废物。呵呵，我也是。师傅的徒弟里，我最吃鱼没用，让我看管外院，倒也算物尽其用。长老言重了。倒也是，要是跟你们这些外院弟子们相比，那我确实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。小的，做我徒弟怎样？弟子愚钝，何德何能？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你虽是外院弟子，但作为我的徒弟，修炼资源和待遇应向内门弟子看齐。拿着这个，明天去空元山丹堂领些纯度高的断体液。弟子谢过师傅。他为什么要收我一个废物为徒？站住！带通行文书了吗？你就往里进。师弟请进。你就是齐峰收的徒弟？晚辈陈燕，见过前辈。若要论辈分，你得叫我一声二师伯。二师伯，齐峰他最近可还安好？一切安好。我特喵才跟他接触几分钟，我哪知道他好不好？我已10余年未见齐峰，他冒犯师傅后，师傅不准他踏入空元山，也不许我们去外院见他。师傅的6个徒弟中，我与齐峰关系最好，他去外院前与我约定，若有大事发生，会派徒弟来空元山找我。所以齐峰那里出了什么事？原来收我为徒是为了当传话筒。外院昨夜死了个上公堂的执事，姓宋，叫宋明德。宋明德不认识。宋明德是外院的上公堂执事，但清禅峰的素武长老福谦似乎将他的死看得很重要。福老狗，说起他，我确实知道点什么。二师伯请讲。福谦在找霍音。这是个无法成仙的世界，无论你何等妖孽，也只能活活老死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霍音的存在。师伯，霍音是什么？是一把锁，7000年前落星剑仙之后，再无人登仙的根由。传言而已，7000年来无人登仙，或许只是人才凋零。那霍音论，一种未证实的猜测。1200年前，郑书教曾以斩霍音为名屠杀异己，妇孺孤儿皆遭毒手，最后演变成宗门互斗，星间门出手才终结闹剧。所以霍音到底是什么？据传是藏匿在众生中的异术，福谦长老那一脉对此深信不疑，近乎魔怔。陆离难道也是霍音论的坚守者？这才把我当成艺术杀了。你师父让你来取什么？断体液。带他去取3瓶上品断体液，再加1瓶理气丹。去，师弟随我来。不愧是断体液，我现在的体质绝对碾压同级修士。林长老在问元殿等你。知道了，子。我先告退了。弟子拜见师傅。少来这套，找你比大海捞针还难。外院这么多人，咋就没几个认识你的？可能是弟子不善交际。宋明德的死，清禅峰若找你，就说不知道。弟子遵命。对了，2个月后的外院大比，你必须参加，且不可突破冠气境。为何？上品断体液已让你脱胎换骨，对付断体境足够了。我这张老脸可不能丢。放心吧，便宜师傅，我现在可是冠气境巅峰，对付那群小趴菜简直手拿把掐。晚辈孙洛见过陈师兄。有事吗？下士特意寻来冰魄草5株，助您早日步入冠气。有心了。只要师兄进入内门后，不要忘了师弟就好。有后台就是好，这些天积攒的物资足够突破5拳境了。跟我来。楚手座找我，有何事？
我原以为你只是个普通的外院弟子。初见你时事，后来才被师傅收下。继续编，林长老是图你不刷牙，还是不洗澡？或许是王八看绿豆，看对眼了。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？不说这些，我有要事问你。什么事？宋执事的情报是什么？无可奉告。谁杀了他？无可奉告。他的死是否因情报而起？无可奉告。他挪用灵石去监禁所，是为了保护情报？无可奉告。这事会不会引发外院大劫？比如巨大的黑蛇投影？他怎么知道此事？莫非这妖石被盗与他有关？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只是做了个梦，梦见2年后黑蛇投影出现在演武场，7夕内近1万名弟子身死。你还知道些什么？不如楚师姐先说你知道的。3个月前，彩云塔封印巫教残魂的这妖石不见了，那是彩云祖师斩杀的河道境大妖残魂，虽过万年，仍有归一境战力。归一境，怪不得只用7夕就将外院5全境以下全部杀死。我师父说不会帮秦禅风，但我可以。你的条件是？宋执事的情报到底是什么？府长老曾收买宋明的监视信件，整理一些人的名单。什么人的名单？只有宋明的自己知道，他没渠道主动联系秦禅风上线，毕竟一个没根基、靠利益收买的外院执事，随时可能叛变。也就是说，宋执事是整理了这份名单才导致死亡？不知道，他或许意识到了危险，但无法联系上线，才选择输光公账灵石，以求引起我们的注意。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我可以帮你，但不帮福谦长老。此事真相未明前，别跟任何人说。2个月后，在外院大比上，陈燕靠着隐藏的5全境实力，以碾压的姿态连胜，吓得他的对手尿不湿都尿湿了。我认输。这就认输了，真是菜鸡！不认输等着挨揍吗？你行你上。陈师兄，今日大比落幕之后，您可否对弟子的修行指点1、2？没问题。谢陈师兄。什么情况？我这便宜徒弟打鸡血了吗？同境界见谁都是一招秒，难道？陈师兄，你来了。说吧，修行上遇到什么难题了？我已是断体境后期，可每当试图将游离真气引入经脉，总感觉滞涩。这很正常，坚持断体即可，短则几日，长则半年。多谢陈师兄，修行问题已问完，但我还有点别的事要问。但说无妨。听闻陈师兄在调查上宫堂宋执事的事。宋执事怎么了？陈师兄，你演技太拙劣了。说吧，宋明德的名单在哪？这家伙一定知道2年后外院劫难的内幕。何必动手呢？我只是想知道名单在哪。已经到青禅风手里了。陈师兄果真不会骗人。若名单在福谦老儿手里，我此刻早已是死人。做个交换如何？你回答我的问题，我也告诉你我所知的。请讲。彩云塔里镇压巫教的镇妖石在哪？陈师兄知道的比我想象的多。镇妖石就藏在外院的某个角落里。名单在哪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镇妖石的下落吗？你要杀人灭口。不错，空山之人。5全境，你竟然能隐藏修为？这个世界居然还有除隐先觉之外其他隐藏修为的方法。上路吧，陈师兄。轮回结束，本次轮回评价递减，累积修为5全境前期，轮回奖励中品2阶法器副营锁，轮回结算完成，宿主将返回上一轮回记录点，重启人生。恳请陈师兄大比落幕之后指点弟子修行1、2。没问题，今晚亥时我在外院方室等你。谢过陈师兄。轮回记录点竟然刷新到了这里，这次该换我布局了。师姐，什么事？我有要事禀告，可以带我去找福谦长老吗？跟我来。说吧，来苍梧斋干嘛？弟子发现名单上的人了。你找到名单了？没有，但弟子肯定名单还藏在外院。你怎敢如此肯定？是真是假，长老今晚便知分晓。故弄玄虚，并非故弄玄虚，关键证据在一个叫张喜顺的外院弟子身上。是今天大比第4轮向你弃权的那个弟子。正是，我与他约好今夜亥时在方石空地碰面。我可以帮你抓他。楚师姐不行。你的意思是那张喜顺压制了真实修为，且在细瑶之上？福长老英明，希望能请2位七海境前辈相助。我亲自去。秀次，今晚若没有结果，我亲自领你去问原店找林启峰问罪。弟子明白。2人见面后，张喜顺开始复述修行问题，陈燕一一解答，与之前轮回如出一辙。突然，张喜顺话锋一转，听闻陈师兄最近在调查上宫堂宋执事的事。张师弟，我接下来的话，你能答应不跟别人说吗？那是自然。宋执事是被人谋害的，我在他密室发现一张名单，上面有你名字。竟有此事，快给我看看。
没问题。陈师兄果然不简单，可惜凭你还抓不住我。若是加上我呢？卧槽，我被资本做局了。我卷进了一个病态的修仙世界，每次死后都会带着记忆和修为重生。然而这并非是救赎，反而会将我推向更深的绝望。只有修正错误的路线，才能摆脱轮回。万化镜的绝对压制让张喜顺绝望，他抬手就要自尽。尽管双手尽断，他依旧没放弃自杀，果断想要自爆。符签神念一动，一缕本命真气直刺张喜顺气，将其经脉封印。你做得很不错，继续调查名单的下落，再有新发现，我定重赏。他娘的！穿越前吃老板的饼，穿越后吃长老的饼。第二天，陈燕暗中调查名单的事传到林奇峰耳中。让你不听话，让你不听话！我跟你说没说过，别去掺和秦禅风的事。说过。那你是怎么做的？去，拿圆棍拿去！站住！我操！难道他反悔了，要惩罚我？之前欠你一件见面礼，今天为师给你补上。破冰针是中品3阶灵气，用真气催动，可穿透同阶修士的护体真气。这便宜师傅不是把我当传话筒吗？怎么还对我好起来了？第二天，陈燕在断体境大比上过关斩将，拿下冠军头衔。真不愧是林钦传的徒弟，在外院这地界儿，果真无敌。谢过宋长老，相信你徒弟也有几分机会，能在同境界内一举夺魁。陈燕之所以如此无礼，主要是这位宋长老与自己师傅不对付，经常阴阳林奇峰回不了空元山。不愧是我的乖徒弟，这不嘲讽我给满分。你这个断体境的圣者，敢不敢和我徒亚东切磋一番？宋长老，亚东是冠气境，陈燕这个断体境与他切磋，恐怕不妥吧？无妨，我会让亚东将修为压制到断体境，并允许陈燕在对决中使用任意法宝。师傅，您怎么说？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宋长老，这场切磋我接下了，不过我不需要任何特权。哼，你这小辈倒是猖狂。什么意思？是想让亚东让你一招吗？一招之内，我定将其击溃。我倒要看你有什么实力。再来！你不可能是断体。亚东，来人，把那个混账东西关押至监禁，等我亲自提审。我看谁敢！姓宋的，我草你！你知不知道拳脚无眼，生死自负？林奇峰，你少在那里放屁！谁家好人能秒杀同境修士？你这狗徒弟指定是嗑药了！快把他拿下！今日我看谁敢动陈燕一根手指！不要再起争执，将陈燕关进监禁所，待真相查明再做定夺。全凭正法长老做主。这下完了！我有隐仙诀傍身，任谁也别想窥探我的秘密。只是被关半个月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楚师姐，现在外面什么情况？你师傅招了，他说不想在外院大比上丢人，所以赐你了能短时间内突破肉身极限的禁药。这便宜师傅怎么回事？真给我背锅？那他不会被逐出宗门吧？想什么呢？人家可是宗主爱徒，听我师傅和福长老的意思，宗主想和稀泥，老妹上处罚一下林长老，给宋长老一些补偿，就过去的。张喜顺审的怎么样了？他死了，什么都没审出来。气海境生命力何等庞大，更何况福谦长老早已封住他的经脉，怎么死的？他体内提前被中了毒蛊，五脏六腑化为了血水。线索又断了。我查了张喜顺的背景，他20年前以散修身份进入外院，老妹是断体中期，外院好友都觉得他没天赋，能进空山宗全靠运气。但实情是，他早已达到气海境，靠不明意境单压制着修为。气海修士甘愿在外院当几十年断体弟子，他们图什么？更可怕的是，外院乃至各峰，不知还有多少这种人。楚师姐，怎么了？空元山丹堂的岳师长老想要见陈师兄一面，还请楚师姐暂且回避一下。师伯，你还敢叫我师伯？你那混账师傅简直拿我当邪修耍！啥意思啊，师伯？他说是我给你的丹药。好家伙，原来师伯才是究极背锅侠。不过齐峰也没办法，这是能保住你的唯一方式。不然你知道你会面临什么吗？被打上祸因的标签。你倒是什么都清楚，那为何又要那么做呢？与其问我这些，我更想知道师伯和师傅为何要保全我。我们不想空山宗变成第二个正书教。
告诉我，清禅风或者说福谦他们想要干什么？福谦再找一份名单。名单？外院有个叫张喜顺的弟子，20年都是断体境杂役，这种事不稀奇，但他实际是气海境，靠一境丹压着修为，他的名字就在那份名单上。名单上的人难道是想颠覆什么？福谦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你对福谦观感不错，还是对来看你的小丫头印象好？都无关，名单上的人要杀我，我只能跟清禅风合作。为什么不告诉你师父？因为信不过他，也信不过师伯你。我卷进了一个病态的修仙世界，每次死后都会带着记忆和修为重生。然而这并非是救赎，反而会将我推向更深的绝望。只有修正错误的路线，才能摆脱轮回。罢了，这小子被当成传话筒用，对我没有戒备倒也正常。此次事件定性为林奇峰携弟子舞弊，一回你便可出去了。没别的惩罚？怎么没有？林奇峰撤外院长老职，发配空元山后衙司过，罚入10年。我协助舞弊，罚入3年。你是不是心里过意不去？要不把我这3年俸禄补上？被人装睡了，出去直接来内门报道。内门？你师父不再是外院长老，会留空元山。从今天起，你便是真正的空元山弟子。好家伙，惹祸还惹升官了。陈师兄，你也可以走了。这些日子多谢你大鱼大肉款待，应该的。回头我把你的名字告诉吴执事，让他多提携你。多谢陈师兄。请叫我天使投资人。不对，他也不知道我名字。听闻陈师兄今日出来，特来拜访。你消息倒是灵通，该知道的、不该知道的我都知道。比如师兄正收拾行李，准备去空元山。这么晚来找我，不只是闲聊吧？没错，我是为宋明德、宋执事的事而来。你发现了什么？外院大比时，我听见有弟子说，在太云城仙家赌炉见过宋执事，他在那里输光了上公堂账目，之后进了内场，再往后他便回宗自守被关了。太云城的仙家赌炉，师兄可以去太云城一趟，说不定会有收获。多谢。新来的内门弟子先测测修为。陈燕犹豫了许久，还是决定试一试。赌对了，检测时也测不出我的真实修为。隐仙诀的规则一定在这个世界之上。换气境突期，你是怎么入内门的？在下陈燕，师从林奇峰。原来如此，这就说得通了。基础任务有押韵、达意、猎杀敌阶魔物，你选哪种？有没有去太云城的任务？太云城，我看看，还真有一个。什么任务？清禅风录里发布的随从任务。陆离，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从那一击空山指的恐惧中走出来，这算是冤家路窄吗？几天后，陈燕和其他接受陆离任务的3人来到太云城。快看，是仙人，大家快跪拜！仙人老爷万福。你看百姓们的眼神，全是敬畏。在凡夫俗子身上找优越感，真丢空山宗的脸。大家都是初次下山游历，兴奋点也很正常。记得这位空元山的兄台是叫陈燕来着？没错。说来也巧，前阵子宗门外院大比舞弊案，外院长老林奇峰的弟子也叫陈燕，可惜他杀害了空元山的齐师兄后，只被关了半个月就放了。听起来钱兄对那个陈燕的意见颇深。依我看，该处死那畜生。嘴贱！你找死！前方便是云王府，休要生事。陆前辈，是他先动的手。刚刚我没拦住，现在我拦住了，那就到此为止。是。您真是林长老的弟子陈燕？正是。你真的在外院大比上舞弊了吗？舞没舞弊不重要了，可惜齐师兄不该死的。当时陈燕只是想帮师傅出口气，却没想到他随便一脚就给对方踢死了。猫哭耗子假慈悲，你找打。抱歉，我没来得及阻拦，你休要生事。皇上病重，母亲问我想嫁大臣还是将军。本以为沦为联姻的工具是我的宿命，可自从我的绝世体质被发现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你愿随我回星天门吗？父王想让我入空山宗。君主与我星天门有缘无分啊！你若入空山宗，切记要小心一个人，那个人的名字叫……小姐，老爷说靠山宗的仙师今日会来，让您倒待客厅等候。知道了。
乖乖，王府这排场太威风了，搞得我都不想在山上修炼，想下山去建个国家了。你想的挺美，修仙者统治凡人是大忌，会遭全天下修仙者群起而攻之。几位仙师，云王殿下在府内恭候已久，我带你们过去。有劳了，你们几个在此等候，我去与王爷郡主协商密事。是。用灵石搭建建筑，这也太豪华了。土包子，陈师兄，这次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从今天下山开始就一直找事？脑子有病。几位仙师随我来，府上已备好点心供您享用。仙师慢慢享用，我先退下了。你起来，干什么？切磋？我凭什么跟你切磋？你疯了！外院蝼蚁嚣张个什么劲？不对劲，这家伙怎么杀招尽出？副营所出！你们这群外院的废物，都给我死啊！这小子不是对外院弟子有成见，是把我当邪修揍。发生什么了？几人将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了陆离。李秀秀，弟子在。郡主已经决定拜入空山宗，你去给他讲一下修行的相关事宜。弟子遵命。陈燕，你速去城内驻外领事府写信给宗门，请一位长老来云王府，说一名弟子出了大问题，清禅峰讲经堂教习陆离无法定夺。弟子明白。等一下，你再在信中加上一句什么？不排除祸因的可能。我卷进了一个病态的修仙世界，每次死后都会带着记忆和修为重生。然而这并非是救赎，反而会将我推向更深的绝望。只有修正错误的路线，才能摆脱轮回。郡主此前可曾想过踏上仙路？没有，若不是新天门长老发现我的琉璃净体，或许我这辈子都与仙途无缘。我从小就想成为仙人，7岁那年遇大旱，饿死了很多人。我千辛万苦讨来了一碗粥，母亲却抢走给了弟弟。他没想到，第2天弟弟就被野马踩死了。后来我遇空山宗仙师，才得以入山修行。师姐，你恨你母亲吗？不知道，或许我若饿死了，会恨吧。但师姐现在已是仙师，能自己主宰人生了。修士更分3、6、9等。我苦修12年，仍是外院普通弟子，而郡主入门便是内门长老亲传。敢问这位空元山道友，此番前来所为何事？你一封急报，事关云王府郡主入门之事，还望前辈加急。童儿先搁置其他急报，将这位道友的信发往青禅封传书阁。多谢前辈，晚辈告辞。道友急什么？喝杯茶再走。晚辈须回王府复命，下次再来叨扰前辈。复命是向陆离。正是，前辈认识陆教习。20年前，他还是渊华山弟子时，曾在此处见过几面。陆离曾是渊华山弟子。你还不知道秦月的师傅是谁吧？谁？青禅峰的正法长老白启明。第一世乌蛟残魂至外院重创后，楚西瑶辞去首座弟子之位，由白启明亲传弟子秦月接任。难道这一切都是白启明在背后操控？离开领事府后，陈燕并没有回云王府，而是去了仙家赌炉。仙师里边请。我们这里骰子、牌九、麻将什么都有，你想玩什么？这外场没什么我想玩的，带我去内场吧。请随我来。敢问道友尊姓大名？在下孙禄。孙师兄想玩什么？什么都不玩，我找人。不知找哪位？宋明德。应管事空山宗仙师找宋仙师。让他进来。这个声音。道友来寻宋执事。是。他不想见人，您请回吧。宋执事已经死了。那道友还来这里找他？取他留下的东西。在下听不懂。福谦长老让我来的。道友，别说你搬出福长老，就算你搬出云宗主的大名，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。我说他的声音这么熟悉，原来是劫杀我和程子莹的那个杀星。如果不是他雕草针的习惯，我真不敢把外貌差别如此大的两人联系在一起。在下告辞。陈燕没有暴露出任何异常，转身离开赌炉，直奔王府。陈燕向这位渊华山领事李寒州讲讲经过。是这样的，此事蹊跷，他恐是着香了，我需带他回山，请长老查验。有劳李领事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弟子回来的路上贪玩了。林亲传至今仍在空元山后衙司过，别再给他添麻烦。遵命。诸位仙师，王爷在正殿举办送行宴会，命我来请你们。好。
今日一为接风，二为小女进行。月儿本应在我羽翼下安稳一生，却因琉璃净体入仙。这杯敬空山宗。月儿，这杯致你。从此你我父女关系一刀两断。爹，君主居然是琉璃净体，这可是专为修炼而生的体质。一个人的修仙路顺不顺，能走多远，从出生就注定了。忽然，李秀秀咳嗽起来，紧接着大厅咳嗽声此起彼伏，所有人口吐鲜血，一个接一个倒下。这究竟是谁干的？轮回结束，本次轮回评价 B， 累积修为5全境初期，轮回奖励修为提升1个小境界，宿主将返回上一轮回记录点，重启人生。有劳李领事。怎么这么慢？弟子去了仙家赌炉，查宋明德的事。福谦长老让去的。是。诸位仙师，王爷请有时赴宴，为郡主饯行。马上就去。来到大厅，王爷一如既往的与女儿断绝关系，并邀请所有人共同举杯。只有陈燕偷偷将酒给倒掉。很快，众人一个个中毒倒地。陈师兄，安息吧。是你下的毒？不，我也想知道是谁下的毒。17岁的5全境，你就是祸因。当初你就是这么杀死我的，现在两清了。陈燕，别来无恙。是福谦的亲信蓝威长老，我早该想到的。上一世那场外院的劫难后，白启明那一派人是最大的获利者，而权力的斗争是相互的。如今福谦又怎会放任琉璃净体安全回宗？上路吧。轮回结束，本次轮回评价4，累积修为5全境中期，轮回奖励隐仙诀小成，轮回结算完成，宿主将重新返回上一轮回记录点，重启人生。有劳李领事。陆教习，弟子有私事，需暂离片刻。速去速回，莫给你师尊添乱。道友怎么又回来了？前辈，我要用灵犀镜联系空元山丹堂岳长老。这灵犀镜耗费巨大，事关紧急，宗门追责由我承担。怎么了？云王府有便求师伯驰援。我卷进了一个病态的修仙世界，每次死后都会带着记忆和修为重生。然而这并非是救赎，反而会将我推向更深的绝望。只有修正错误的路线，才能摆脱轮回。第3次了，希望师伯能在所有人被毒杀前赶来。大家干杯！把酒倒掉。这就是倒掉。晚辈遵命。今天的宴会到此结束。空山宗弟子还有那个小女娃，随我回宗门。爹，你多保重。去吧。陈烨，弟子在。你欠我一个人情。弟子明白。知道怎么还吗？弟子愚钝，望师伯指点。我要你去争那空元山首座的位置。弟子才刚入关期间，恐怕……嘿嘿，弟子明白。出来吧，还要鬼鬼祟祟到什么时候？蓝威见过岳长老。福长老还真是下了一盘大棋。福长老只是不忍看见奸人当道罢了。奸人是谁？相信岳长老心中自有公道。有我在，你还不走？既然如此，那蓝某就不打扰岳长老了。弟子陈燕见过福长老。我没想到你还敢来见我。为何不敢？弟子将福长老交代的任务牢记于心，此番是特地来复命的。你查到了什么？名单的下落。我承认刚才是我声音太大了，但还差一件东西。什么？青禅素武令。查不出结果，后果自负。弟子明白。站住！日落后进城续缴至安睡。现在还没日落。我说落了，就是落了。仙师莫怪，这小子新来的不懂事。你说说你，小小的配角拼什么命啊？可是不多敲点银子，晚上怎么喝花酒？那也得学会察言观色。那麒麟灵马明显是仙人，惹恼了他，一巴掌拍烂你，再将你家猪干绝种。把宋执事留的东西给我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现在可以把宋执事给你的东西交给我了吗？自然。真不知道道友是何许人也，身为空元山弟子，竟然能拿到福长老的令牌。怎么，丁管事想打听一下空山宗内部的事情？
别，丁某还想多活些日子，总算将这烫手山芋交出去了。既然知道这东西是烫手山芋，为什么还要接手？丁某人只是一介散修，之所以能取得如今的地位，全凭一个义字。好一个义字！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情报。既然随时都可能遭遇危险，不如先把名单看了。陈燕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张写着13个人名的纸条。张喜顺、裴青山、郑鹤、齐关进、薛修、何福仁、霍木。果然，我这种身处低位的人，拿到名单也看不出什么，还是用它换取更多情报吧。交出名单，果然有尾巴。武全境，你不是冠气境，谁派你来的？你还不配知道。宗内死了2个武全境强者，却没有一点消息传出，看来是被高位者封锁了。陈燕，骆教习专程来空元山寻我，不知有何吩咐？道友，你可还记得前些时日咱们同去云王府时同行的渊化山弟子钱训？记得。他怎么了？他醒了，李寒州发信来，请我们过去看看。正好我要回青禅峰，走吧。钱训现在如何？二位进去看看便知。陆教习，陈师兄，恕我无法起身相迎。这么温和，他还是王府里那个暴躁疯癫的钱训吗？李领事，这什么情况？钱训在云王府发生的事，你记得多少？从对陈师兄出言不逊到被制服，全都记得。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不知道，我当时就是控制不住自己。听起来的确蹊跷，知道做了什么，却不知道为何要做。我怀疑钱训之所以疯癫易怒，是有人扰乱了他的心智。与其说扰乱心智，不如说放大了他内心的情绪。钱训只是个普通的灌气境修士，背后之人蛊惑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3人讨论了半天没有结果，陈燕和陆离离开，朝着青禅峰方向走去。陈道友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。什么事？那日在云王府，你是怎么知道酒里有毒的？岳池长老是我师伯，我耳濡目染，对丹道毒物略懂一二。那蓝卫长老为何也在太云城？他与岳池长老的对话，你可知其意？我只是个灌气境弟子，长老间的事我哪能懂？陆离身处福谦分馆的讲经堂，却与白启明交好，妥妥的双面间谍，还想套我话，门都没有。道友此番去青禅峰是为了何事？去见个人，不过还得劳烦陆教习帮我引荐。我引荐？正是。陈道友，白长老愿意见你。多谢陆教习。空元山弟子陈燕拜见青禅峰正法长老。说说吧，找我做什么？弟子僭越，想先问长老一个问题。说，您为何愿意见我？因为你要来见我，而且我对你很感兴趣。是对我这个人，还是对我掌握的情报？之前是对情报感兴趣，现在对你的人也感兴趣了。我是来做交易的，弟子有迷津想请长老解答，作为报答，我愿以手中情报交换。公平，说吧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彩云塔的乌蛟残魂现在在哪？话音刚落，磅礴真气瞬间填满大殿，陈燕只觉胸口一闷，仿佛被无形之手捏住，难以喘息。你是怎么知道乌蛟残魂不见的事？我卷进了一个病态的修仙世界，每次死后都会带着记忆和修为重生。然而这并非是救赎，反而会将我推向更深的绝望。只有修正错误的路线，才能摆脱轮回。谁告诉你乌蛟残魂丢了？福谦长老告诉我的。福谦怀疑我，这老家伙上了年纪，脑子愈发糊涂了。乌蛟残魂的问题我无法回答你，但我可以用别的信息做交换。长老请讲。昨天晚上死在官道上的那2个武全境修士是渊化山的人。这个消息对我没有意义。死了2个武全境修士，却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，你不觉得奇怪？长老知道是谁封锁了消息？压下消息的人是渊化山的威仪长老何福仁。想要我命的不是白启明吗？怎么蹦出来个何夫人？宗门的水到底有多深？福谦想要干什么？他怀疑是你派人杀了宋明德，所以他就派蓝威去杀我的徒弟跟陆离。也许吧。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见你吗？是，因为我欠你一个人情，若不是你，秦月不会活着回到这儿。我要的东西拿回来了没有？拿回来了。你倒是挺幸运。长老何出此言？刚刚从太云城传来消息，昨天夜里太云城的仙家赌炉被灭门了，
是谁做的？不知道，谁会在意这些小事？当苻坚看到纸条上的内容后，这位600余岁的宝宝一瞬间苍老了许多。罢了罢了，你退下吧。看来这份名单比我想象的还可怕，还是去找师傅吧。听说这里有登仙大能留下的禁制，没有宗主的允许，任何体内留有真气的生灵都会被碾死。正好试试隐仙诀。隐仙诀 YYDS。它真香！哎呀，师傅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走进来的。是老爷子大发慈悲放你进来的？不是，我绕过了后崖的禁制，绕过空渺真人留下的禁制，用你那能隐藏修为的小把戏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弟子怕你在这里吃不好，穿不暖。放你娘的屁！弟子找到了宋明德留下的名单，却毫无头绪。师傅见多识广，肯定知道些什么。瞎说什么大实话，念给我听。裴青山、郑鹤、齐关进。陈燕将名单上的13个名字念给了林奇峰。这13个人，我认识6个。裴青山，现任渊华山监理，通神境中期修为；郑鹤，渊华山外务堂长老，通神境中期修为；齐关进，林霄峰的，具体做什么的不清楚。薛萧，我被撤职后，他兼任代理外院长老一职。何夫人，渊华山威仪长老。霍墨，空山太上玉律长老，神通境大能，掌管空山玉律院。宗主之上的存在，怪不得苻坚看到名单后变得如此无力。别再掺和清禅风的事，真牵扯到那位，我跟你岳师伯也无能为力。弟子明白。1年里，陈燕死过2次，评价分别为 B 和 C 减，获得小境界修为提升与子府录心法，修为也达到5全境后期。今年外院大比镇静财啊！是啊，有3名外院弟子升入内门了，其中1位还成了明霄峰的核心弟子，叫什么成？程子英。对对对，子莹进入内门了，说不定这次他能逃过1年半后的外院劫难。陈手做好。如今的陈燕已经成为空元山首座半年，他将子府录揉进空山诀中，改名为子府空山诀，比原来空山诀强了几倍。是时候去接师傅了。恭喜师傅重获自由。走吧，乖徒弟。去哪？自然是见我师傅。我也去。你是空元山首座弟子，还是改良空山诀的大功臣？宗主也很想见你。弟子明白。师傅，你终于愿意见我了。徒儿这1年多在后崖过得好苦啊。师伯，怎么了？现在我叛出师门，拜你为师还来得及吗？你可知错？弟子知错，不过我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。子你将我赶往外院已过5年，我若不犯点错，何时才能再见师子你啊？滚滚滚，一边待着去！弟子陈燕参见宗主大人。不错不错，看着比你师傅稳重多了。就是你把5师兄送进后崖的。嗨嗨，柳师妹，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。人已经来齐，那就说正事吧。陈平州问道大会还有40天，该敲定人选了。弟子愿担任使团御史，带队前往天顶山。可以，那今年天顶山问道人选谁？提及这一代天资出众的弟子，只有清禅峰楚西瑶与渊华山李浩文。李浩文已经21岁，不能参加。师傅，弟子认为白启明的亲传弟子秦越是个合适的人选。是那个琉璃净体的太云城郡主。正是，他天资卓越，入门1年已达到5全境中期，符合参赛标准。还差1个呢。灵武山黄成。不可，木鱼脑袋一个，全凭一身蛮横真气。明霄峰王晨峰。此子相貌不端，有损我空山宗风度。于隐峰赵无端。不可。林奇峰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难道派你徒弟去？我操，我怀疑这俩人在演我，但我没有证据。我卷进了一个病态的修仙世界，每次死后都会带着记忆和修为重生。然而这并非是救赎，反而会将我推向更深的绝望。只有修正错误的路线，才能摆脱轮回。绝不能让燕儿去，他只是冠其境修士，不符合报名要求。燕儿，这称呼也太恶心了。那就突破5全境。空元山为空山宗嫡脉，自陈平州问道大会创立，其弟子从未缺席。不可，就算燕儿突破到5全境，也是5全境初期，上去嗝屁了咋办？我可不想红发人送黑发人。你把陈燕当什么了？你以为他是孬种？还望师傅慎重考虑。这俩货的戏演的也太假了。1个月内，若陈燕突破至5全境，便给他天顶山问道的名额；反之，就让林心阳去。弟子遵命。喂，就没人问问当事人的意见吗？策，我和你师父有话要跟你说。是。跟我们说说，你现在的真实修为是5全境以上。再具体些。
没必要刨根问底。半个月之后，对外宣布你晋升至5玄境。遵命。你放心，你师傅我俩不会害你，咱们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陈首座，楚师姐，何事？副长老想要见你一面，不知是否方便？可以。弟子陈燕见过副长老。陈首座多礼了，曾经被西瑶拎来的外院弟子，如今已是嫡脉首座，孩子创出子府空山诀，真是令我刮目相看。长老过誉，不知长老唤弟子前来有何用意？人老了，想找故人对弈罢了。陈首座会下棋吗？不会。可惜了。陈首座想一直当棋子吗？我可以给你一个成为棋手的机会。多谢长老好意，但弟子对棋局真的不感兴趣。如果我说让你成为棋手的方法是取代我呢？10个、100个陈燕也取代不了您。你若改变主意，随时来苍梧斋找我。告辞。看来苻谦已经绝望，只想投子认父。陈师兄，找我什么事？我修习这功法时，有些段落看不懂。你怎么有子府空山诀？是师傅给我的手抄本。白启明倒是信任我，不怕这功法有问题。哪里不懂，我讲给你听。陈师兄好厉害，这功法这么晦涩，你怎么创出来的？钻研罢了。这1年来感觉怎么样？一切都好，就是有些累。偶尔也要放松一下，别把自己逼太紧。对了，前几天我收到家书，太云城的驻外只是让我给你带4个字：仙家赌炉。仙家赌炉，1年前被灭门的地方，难道有新线索？恭迎陈首座大驾光临。年前辈，好久不见。回想当年，这里多热闹，真是物是人非。这一切不都是拜陈首座所赐？前辈此言何意？那日您离开赌炉后，苻谦派来了几位气海境修士，将这里屠戮殆尽。苻长老的手笔与我何干？苻长老能拿到宋明德的名单，不就是因为您吗？你一个小小的驻外执事，怎么会知道这种秘闻？难道是丁管事？丁管事邀您一叙。你背弃宗门，人之时日无多，却心有不甘时，便该赌上一把。不怕把本钱输没？像陈首座这等少年天骄，自是不懂我这种没有天赋的弟子濒死之际想些什么。不，我懂。走吧，我带你去见丁管事。久违了，孙道友。哦不，该叫你陈首座了。好久不见，丁管事。我只是让年允碰碰运气，没想到你真会来。我为何不来？你为何来？全凭一个意字。好一个义字。丁管事是如何知晓仙家赌炉灭门是苻谦长老所指示的？苻长老派来的气海境修士中有老朽故事。明白了吗？陈首座就是苻谦查人不明，找了个嘴巴没把门的下属，而那个下属又交友不慎，将话透露给了年领事。就是这样。那丁管事，你会识人不会吗？当然不会。年允能出卖故交，迟早也会出卖我们。丁秋倒是果断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向苻谦复仇。苻谦是万化境修士，你仙家赌炉有我中的人，中的事我不得不做。你的事我不会管，但也不会说出去。你们想怎么样？小书童跟着年允多年，见到只有2人出来，自然知道意味着什么。跟我走吧。陈首座，有缘再见。人已到齐，出发天顶山，咱家问道试炼。敢问阁下，可是控元山首座陈燕？正是。在下渊华山首座李浩文，这位是何夫人长老的亲传弟子林清扬。见过陈首座。2位师兄客气了，叫我师弟就好。陈师弟对天顶山问道，可有把握？我才5全境初期，只求不丢宗门的脸。这是渊华通脉丹，能短期扩充真气，或许能帮到师弟。多谢林师兄。何夫人徒弟给的东西，还是找师傅看看。找我干什么？又惹麻烦了。林新阳给了我这个，您看看有没有问题？没副作用，吃了吧。可林新阳是何夫人的弟子。林新阳虽性格懦弱，但绝不会背后耍阴招。你知道我最欣赏哪种人吗？弟子不知。基于算计，心狠手辣。你是这种人吗？弟子不是。你这小子倒是谦虚。知道我为什么收你当徒弟吗？
您需要徒弟，我恰巧在那里。没错，但我不会像重视你一样重视别人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的你看起来就跟死过很多次一样。我卷进了一个病态的修仙世界，每次死后都会带着记忆和修为重生。然而这并非是救赎，反而会将我推向更深的绝望。只有修正错误的路线，才能摆脱轮回。你知道咱们宗门里谁是霍英论最忠实的拥簇者吗？以前我会说苻谦，而现在我觉得是师伯和你。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。我特么用命换来的，能不聪明吗？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你死过很多次吗？弟子不知。你跟我师祖很像，虽修为天差地别，但我能从你身上看到他的影子。你师祖是？他道号空渺。空渺？难道是10万年前空山宗第一位登仙境大能燕云和？师祖是燕云和的第9次转世，他边界前曾在我面前一夕从归一至神通，二夕由神通至合道，这般伟力，有不得我不信。那师父认为这方天地的限制究竟是什么？是祸因，是那些本应陨落却借转世留在世间的登仙境大能。您为什么会这么认为？师祖说天地间的道有数，修士登仙便占一道，登仙境修士陨落后，其所占道会重新释放。难道这世上还有和祖师一样的转世者存在？只是我的猜测，但却是最合理的解释。所以陈燕，你又是哪位登仙境大能的转世呢？师父您说笑了。也罢，你的秘密不必告诉我，回去吧。到天顶山了，真想进去看看啊！别想了，每10年只有天顶魁首能进，还只能待3天。可天顶山都覆灭这么久了，干嘛还限制这么严？你懂什么？天顶山出过12位登仙，5大宗门加起来才17位，这传承要是落出去，谁甘心？陈守作也对天顶宫感兴趣，只是觉得这般雄伟的宫殿，如今却像具尸体，有些可惜。楚西瑶，据传首，是空山宗的人。那是秦禅峰的出西药，好漂亮，要是能娶她为妻，我死也甘心。你也去。师伯，去吧，你是空元山首座，该露面。这个人是谁？他是空元山首座陈燕，18岁，1年前还是外院弟子，因创造子府空山诀成了首座。兄台怎知这么清楚？人呢？什么人？就刚刚在我身后穿身青色道袍的人。我操，你最近怕是有血光之灾？咱怎么说？听你描述，那人应该是蜃楼宫的人，他们最擅长幻术，被盯上的人通常死的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封建谷弟子赵宏图，见过空山宗各位前辈。喂，哪个门派的？晚辈悲元宗张庄，这是我们的请柬。走走走，别挡道。秦仙女，你来了。一绝没见识的野狗。陈师兄，我总觉得子府空山诀有种莫名的玄妙感，跟空山诀、净尘琉璃诀都不一样。净尘琉璃诀更契合你的体质，为何执着于子府空山诀？我无法表达出我的感受。青禅风秦月，见过林师叔，我先告辞了。探讨道法都快把人家小姑娘说哭了。陈燕，你这论道本事倒是可以跟福谦老头辩一辩。这小丫头怎么这么怕我？难道是白启明说我坏话了？你刚刚跟秦月在争论什么？秦师妹说，弟子所开创的子府空山诀很奇怪，与其他功法皆不相同。这个身怀琉璃净体的小丫头果然不简单，白启明的老狐狸算是捡到宝了。师父此言怎讲？你的子府空山诀虽8成是原空山诀，但不到2成的改动，却对空山诀造成极大影响。什么影响？令子府空山诀变得不再像是陈平洲的功法，5大宗门心法已是陈平洲顶尖，失传的天顶山心法也没比他们强多少。但子府路和5大宗门心法相比，几乎是断道领先。你是在后悔推行子府空山诀吗？不必太担心，空山宗能察觉这种真气运转差异的，恐怕就3人。都有谁？一个是我，另一个是秦月那小丫头，还有呢？空山太上书记长老。别担心，宗门正常运转时，他不会管。为师的情况你清楚，而秦月道行浅，还得修净尘琉璃诀，你让他断了对子府空山诀的兴趣就好。师父找我是有何事？5大宗门的问道人都在玄经殿等你。秦月呢？他不是去找你了吗？怎么没一起来？我师父来后，他就匆匆走了，我还以为他先来了。诸位久等，这位是小徒秦新宇。钟长老，你们空山宗的问道人是不是少了一个？秦月因私事未能及时赶来。众人聚在一起商业胡吹了整整2个小时半，准备散场时，一人慌张地走来。大事不好，秦月失踪了。封建谷的指示算什么？凭什么对张长老甩脸色？
你拜入北元宗后会用平均昭和加差，不就是因为你是北元宗弟子吗？北元宗在封建谷眼中，就像何家在咱们眼中一样。天顶山问道上，我会挑战封建谷弟子，为宗门讨回颜面。空山宗再找一个16、17岁、穿白色长裙的女修，你去斩天阁领赏吧。莫老知道他在哪？抬头看天顶宫。我卷进了一个病态的修仙世界，每次死后都会带着记忆和修为重生。然而这并非是救赎，反而会将我推向更深的绝望。只有修正错误的路线，才能摆脱轮回。封锁天顶山所有出口，核实参与问道大会的人员名单，凡离开者一律带回。我这就去。把秦月的尸身弄下来，别让这孩子在上面受苦了。是谁发现的秦月？46宗门北元宗弟子发现的。调查一下，没问题的话，就把奖赏给人家。是。齐风、陈燕，你们两个最后见的秦月，当时有什么异样？没异常，只是秦月离开时有些惊慌急躁。师兄，我怀疑秦月仓皇逃跑，是因为我。因为你？是，不知为何，秦月好像很害怕我。这倒是怪事。钟师兄，你认为此事会是何人所为？不知道，但一剑将五泉境修士定死，凶手定是通神境以上的修士。大师兄，青禅正法长老白启明，空元正法长老文弘立，在斩天阁正殿等您。知道了，都一起来吧。凶手抓住了吗？还没有，但已经封锁了离开天顶山的路，正统计问道大会通神境以上修士名单。封路能封得住通神境修士？只要弄清楚名单，就算凶手逃出了天顶山，落网是迟早的事。温长老，你觉得呢？跟4大宗门商量一下，打开封锁结界吧。文长老，开结界无异于公布秦月死讯，引起各地修士恐慌事项，主要是有损空山宗威名。这有什么损威名的？何夫人长老，你有何高见？他就是何夫人，这家伙不会是奔我来的吧？缉拿真凶，于天顶山中央广场当即处决，再遣人踏平真凶宗门，让天下人知晓惹我空山宗修士的下场。这恐怕有失体面。人家都骑到空山宗头上拉屎了，文长老还讲什么体面？今天死的是秦月，明天死的就可能是陈燕，是楚西瑶。白长老，你休要太过偏激。两位长老别吵了，按照我说的执行。何长老，天顶山里还有凌霄观、蜃楼宫、星天文、封建谷，其他4大宗门修士，那又如何？我不仅要查普通的通神境修士，4大宗门的通神境修士我也要查。何长老，休说胡话！调查其他4大宗门的通神境修士，便是调查其宗门长老，咱们并无此权利。谁说没有？当看清令牌上的4个大字，众人瞬间愣住。他们以为此事远不足以惊动太上御律院，然何夫人手中偏偏持有霍木的令牌。你们查不了的我要查，你们查得了的我更要查，先斩后奏，太上特许，这就是霍鲁令牌。诸位长老可都还有意见？没意见，那就开始吧。第二天，许多要面皮的人觉得被软禁是对他们的侮辱，于是聚在空山宗据点讨要说法。空山宗是不是太目中无人了，竟敢同时限制我们4大宗门的自由？就是，莫非是怀疑我等害的秦月？不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怀疑你们某一人，我是说天顶山上的所有人都有嫌疑。太猖狂了，简直把我们的面子当成鞋垫子。若有任何意见，可向空山宗太上御律院投诉何某。令牌一出，修士们顿时变了脸色，一个接一个离去。兄弟，你不要面皮了吗？面皮值几个钱，风紧扯呼。随着巨大屏障笼罩整个天顶山，一些没见过世面的弟子直接吓尿了。上次尿湿的裤子还没赶透，怎么又来这么一出？兄弟别怕，若是你不幸陨落，我会替你照顾你的妻子。给此兄弟此生足矣。这就是万华境修士的手笔吗？有趣，空山宗竟为一封亲传弟子得罪4大宗门，接下来稍有不慎便会天下大乱。这个机会你一定要把握住。那小子不对劲，盯你看好久了。哪个人？大树下面，五泉境初期修为，其真气却比正常强了10倍。你瞅啥？敢问这位道友可是北元宗叶修？正是，不知阁下是？在下空山宗空元山首座陈燕，听闻是你找到了我师妹，
今日特来表示感谢。叶道友，喝茶。谢陈道友。我叫你道友是客气，你不称呼我首座便是无礼。对方不像没有礼数之人，看来是打心底看不起五大宗门的人。叶道友是如何发现秦师妹遗体的？闲来无事，抬手望万丈高空上的天顶宫，恰巧见一星群女子被钉于宫墙之上。如果叶道友发现新线索的话，请务必告诉我。呵，这是菜单，道友看看吃点什么？清炒灵玉菇。只点一个菜太少了吧？这个不要，其余都上一遍。这小子想宰我一笔啊！我吃饱了，道友慢慢享用。道友请留步。怎么了？请把饭钱结一下，共3000枚灵石。刚刚那位空山宗的，他没结账。陈燕，你给我等着。目中无人，还想宰我？晚上藏被窝里偷偷哭去吧。我卷进了一个病态的修仙世界，每次死后都会带着记忆和修为重生。然而这并非是救赎，反而会将我推向更深的绝望。只有修正错误的路线，才能摆脱轮回。陈师兄，我怀疑秦月最后见到的人不是你，而是我。你？秦月失踪前，我见他慌慌张张的，便询问他发生了什么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子府空山诀的运转方式很怪，我听不明白，他就让我运行子府空山诀。然后呢？我照做了，但他更慌了，说我的真气运转也很奇怪。看来你确实是最后见他的人，毕竟他没有跟我提你的真气运转奇怪。想到秦师妹凄惨的模样，我便夜不能寐。我要亲自调查秦月的死因。何长老不是正在着手此事吗？师父他查不出来的，他此行重心压根不在秦师妹的死上面。此话怎讲？只是我对师父的了解做出的猜测，你愿意帮我吗？抱歉，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。打扰陈首座了。天顶山问道赛将在3天后开始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还要举行吗？4大宗门联合决定的，少的秦月由林心阳补上。另外，何夫人怀疑内部出了问题，夺了我的权，下令不让咱们离开斩天阁。这家伙疯了吧？他凭什么管师兄你？钟长老，巧了，正好岳长老和林清传也在。文长老传唤3位，说有要事相商。要事？我可以去吗？回陈首座的话，文长老只传唤了他们3个。陈烨，你在这里等我们就好。是，岳师伯。不对劲，10分得有12分不对劲。还有事吗？没了。这声音是宋明德被杀那天在地牢遇到的娘炮。轮回结束，本次轮回评价 B， 累积修为5全境后期，轮回奖励修为提升1个小境界，轮回结算完成，宿主将返回上一轮回记录点，重启人生。陈师弟，你愿意跟我一起替秦师妹讨回公道吗？抱歉，林师兄，我还有要紧事去做。打扰了。该去收网了。你在发什么呆？师傅，一会有个人过来说文长老找你们。然后呢？立即抓住他。明白了。长老传唤3位，说有要事相商。疾风，我的游都营。大师兄，你找文长老确认一下，我怀疑这人有问题。好。不知弟子哪里招惹了林清传？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的声音很难听？是谁指使你来的？文长老让弟子来传唤钟长老、岳长老还有林清传。还记得1年半以前的事吗？1年半以前，你杀了宋明德，不是吗？他怎么知道的？难道有奸细？不对啊，那件事是大人亲自下达的，大人绝不可能是奸细。难道我是奸细？师傅，您查查他的身份，弟子怀疑他也在那份名单上。3天后，阴柔的男人死了，与张喜顺一样中毒蛊而亡。他叫古庆，乃是空山宗云隐峰弟子，并不在名单之上。与此同时，问道大会已经开始。听闻3日前有人袭击了陈师弟。的确如此，我猜测宗门里出了内鬼，且地位不低。那么秦师妹的死也是同门所为？或许吧。如果真是同门所为，那凶手不就在7大长老之中？下一组，宫山宗院华山亲传林心阳。我先去比赛了。陈首座觉得林心阳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楚师姐觉得呢？他毕竟是何夫人的亲传弟子，不可能毫不知情。楚师姐，你说通神镜要杀5全境，绝对能毁尸灭迹，但凶手却搞出这么大动静，为什么？猜不透。
然后又有人选择了在这个关头对我出手。你果然在怀疑何夫人长老？我遭遇3次暗杀，张喜顺2个武全境，包括这次的古庆，都是和长老的人。都说林心阳性格怯弱，不善斗法，那是对陈平州的5大宗门弟子而言，寻常门派出身的弟子，有几个是他的一合之敌？承让。他若对上我，3招之内败他。如果对上5大宗门的弟子，除了林心阳等实力较弱的，最好选择输掉，不然会遭遇意想不到的麻烦。晚辈知道，但如果我对上的是空山宗的空元山首座陈彦呢？虽说他真气很雄厚，但只是个武全境初期，武全境巅峰的你不会输给他。我想给他一个教训，就因为他坑你的灵石，不是灵石的问题，而是他胆敢消遣我。无论如何，要低调些。我的魂魄与你捆绑，你死了，老夫也会魂飞魄散。若这一切都是何夫人所为，我想不通，杀秦月对他有什么好处？楚师姐，我记得您说过，那乌蛟残魂尽管神魂泯灭，还有着归一境的实力。没错，那女巫蛟残魂如今的实力是7阶大妖。7阶大妖不就是对应归一境修士吗？看似相同，其实不同。什么意思啊？妖兽的妖气运转时，与人类修士运转真气时完全不同。真气与妖气不同。子府空山诀真气运转与其他心法都不一样。整个空山宗能察觉这种真气运转是差异的，只有3人，秦月小丫头算一个。他说我的真气运转方式也很奇怪，莫非林心阳也修了什么特殊的心法不成？我卷进了一个病态的修仙世界，每次死后都会带着记忆和修为重生。然而这并非是救赎，反而会将我推向更深的绝望。只有修正错误的路线，才能摆脱轮回。问道对决第6场，新天门秦青羽对战封建古花名扬。秦青羽据气海境仅一步之遥，乃陈平州世代弟子第一人，内定大比魁首。花明阳实力不弱，但运气也太背了。秦仙子得罪了。寒斥碎玉之术，这招要是冲过来，我未必能接下。切，你个大丝花，仅是周围的罡风都能将你撕成碎片。快看，秦青羽施展了双滑千刃。秦首座是在下输了。承让。秦青羽那招如何？是太阴星横金。没错，此经修行苛刻。当年我纵横陈平州时，只见过4人修习，此女当得起绝代天骄之名。双滑千刃、寒斥碎玉术，5大宗门弟子都会这么多术法，我就只会空山指，上了擂台一指指，也太尴尬了。陈燕，师傅，距离你上场还有多久？7号擂台现在是第13组，弟子在第21组，还有时间，你跟我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个外院灌气境弟子被杀了，死于空山指。是空山指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凶手杀人时用了子府空山诀。陈燕有头绪吗？子府空山诀在宗门不算秘密，内门弟子花点心思就能弄到抄本。有道理，可外界只会觉得嫌疑最大的是空元山弟子。武全境杀灌气境有1万种办法，为什么偏用子府空山诀？太刻意了。到底是哪个狗东西在诬陷我们？大师兄息怒，当务之急是定夺，把消息封锁，还是公之于众？公之于众，真要栽赃，封不住的。柳师妹，你带燕儿回道演场，他还有擂台要打。走吧。陈师侄成为首座弟子的感觉如何？还好。你我是宗主嫡脉，不怕被人虎视眈眈，不像青禅风拂千百起名，为了争权斗得厉害。师叔觉得现在的宗门和15年前比有什么区别？没区别，空山宗这般庞然大物，除非初登仙境大能，否则千年难辨，不过物是人非。外院与普通内门弟子如小麦般一茬茬换。到了，陈师侄，祝你五运兴隆。谢过师叔。现在擂台上是什么情况？到第20组了，上场胜者是悲元宗的叶修，他赢得很快。叶修，你认识他？秦月师妹的尸身就是他发现的。胜负已分，7号擂台第21组，空山宗陈燕对战南斗宗蒲元州。陈燕是武全境初期，蒲元州是中期，这局不好说。陈首座久仰大名，蒲道友，请。南斗霸术，这是缠斗术法，能提速度和力量。
陈燕这真气哪像五拳境出气？听说他开创了子府空山诀，能破五拳，提真气效率。竟然毫发无损，再吃我一记子府空山诀加持的一指。再来，我认输。承让。子府空山诀催动的空山指威力是普通的数倍，凶手说不定事惯气境，只是用了子府空山诀才一击毙命。陈首座，不知阁下是？蜃楼宫织梦楼首座萧不安，见过萧首座。恭喜陈首座首轮告诫，子府空山诀真是奥妙。萧首座怎么知道我用的是子府空山诀？子府空山诀的真气运转方式与这世间的心法都不同，这一点萧某还能分辨。实不相瞒，我织梦楼的秘传心法真气运转也异于常法，故而萧某对陈首座开创的子府空山诀很感兴趣，想向您讨教一二。我还有擂台要打，讨教的事可否稍后？自然，祝陈首座再战再见。第2轮抽签结果，你下一轮对手是叶修。果然还是对上了吗？叶修，陈燕虽是五拳境初期，但他是空山宗首座弟子。长老放心，弟子自有定夺。被同门担心打不过五拳境初期，不爽了。张庄那老家伙见了5大宗门就奴性，我要撕下他们的遮羞布。休伤陈燕性命，空山宗已经折了秦越，再折一个，我也护不了你。我不要他的命，我要让他知道玩弄我的下场。7号擂台第4组，空山宗空元山首座弟子陈燕，魏正碑元宗弟子叶修。那日玄元街的茶水，可还合陈道友胃口？劣品而已，漱漱口罢了。不知陈道友的嘴巴挨了我的拳头，还能这么伶牙俐齿吗？那得看叶道友的本事了。我卷进了一个病态的修仙世界，每次死后都会带着记忆和修为重生。然而这并非是救赎，反而会将我推向更深的绝望。只有修正错误的路线，才能摆脱轮回。莫老，陈燕真的是五拳境初期？的确是五拳境初期，可这真气量太反常了。7成功力竟没伤到他，叶修果然比想象中更强。别跟他拼远程，近身肉搏，限制他的空山指。玄阴气血，万象同归。不可，不得下死手。7号擂台第4组，胜者陈燕。没想到小小的悲远宗，竟有人习得玄悲散人的绝招。陈燕最后发出的那点青光是什么？看不透啊，看不透。准备后事吧，他经脉严重受损，随时会爆体而亡。前辈，救救叶师兄，他是被元宗复兴的希望啊！求前辈救叶师兄。这是镇脉散，能抑制真气外泄，听天由命吧。一定要活过来啊！没用的。这位是在下蜃楼宫首座萧不安，我可以救他，但要带他回水镜阁。谢萧首座救他。莫前辈，初次见面，别来无恙。接下来的对决中，林星阳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其对手自动晋级。陈燕和楚西瑶也各自赢下比赛。下一场空山宗陈燕对新天门秦青雨。为了表示我对陈首座的敬意，我会将修为压制在五拳境初期。那便谢过秦首座了。面对万年难遇的第一天才，陈燕放手一搏，但还是败了。你发挥了多少？五拳境中期。你不是输给了陈燕，而是输给了他的那点青光。秦青雨没有回话，眼中满是不甘。他不知道陈燕的真实修为是五拳境巅峰，他还是那个同境界第一人。前辈，我在。最后谁赢了？陈燕。是我低估了他的实力，你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为什么？如若不是我帮你挡住陈燕的那点青光，你就是一具尸体了。你醒了。你是？他是蜃楼宫首座萧伯安，是他救了你。谢萧首座搭救之恩，
叶道友不必客气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对了，有一个人想见你。谁？林师弟，请进。在下空山宗渊华山弟子林星阳。叶修见过林道友。我听闻你目睹了秦月被杀害的场景，但是迫于压力无法说出真相，是这样吗？说你看见了。是呢，我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接下来按我教你的说。杀害秦月的凶手是谁？一位身穿八卦道袍的白发老者和看起来40-50岁左右的男人，还有一个人你认识？谁？空元山首座陈燕。在叶修的指认下，陈燕一行人被软禁在斩天阁。他娘的，咱们身为宗主亲传弟子，却被外院弟子看压，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？师伯，你和文长老关系那么好，他也不信你。没办法，这么多人看着，除非能拿出证据证明咱们不是凶手。那找叶修来对质啊。见不到那小子的，他在水镜阁受蜃楼宫保护。师兄，要不咱们闯出去把他逮来？不行，这样做反而贿赂人口实。陈燕，跟我来。白长老，何长老有令。出了事，我担着。白长老找他何事？紧要关头，总得有人站出来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都没发生，但可能快要发生了。别绕弯子，有话直说。我不会告诉你，我只和陈燕说。去吧，保护好自己。现在天顶山上的情势很严峻，敌人是谁？你清楚的。我有怀疑过，秦月的死是你们空元山的人造成的。现在白长老不这么认为了。如果真的是你们做的，你们绝对不会被软禁在斩天阁里。他算了很多，却唯独忽视了我。现在我告诉你，失窃的乌蛟残魂就在何夫人手上。我一个武全境，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你去指控他。他巴不得找借口杀我呢，你让我去指控他。现在演武场到处都是陈平州门派代表，他不敢动你。弟子明白了。任何人不得干扰问答大赛进行，快下去！陈燕运起真气，声音传遍到演场。诸位前辈、道友，我乃空山宗空元山首座陈燕，今日在这里实名举报靠山宗何夫人的罪行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卧槽，有大瓜吃！快拿小本本记下来。其一，他曾多次派人劫杀我；其二，他将空山宗问道人秦月残忍杀害，然后找人嫁祸我等。